so-called 8 Leo structures are not merely remnants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they are more like a letter, frozen in wood. They belong to the Leo dynasty, yet they are not confined to it. They embody an aesthetic of the borderlands, unsharp, unostentatious, yet profoundly stea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the essence of the 8 Leo structures lies in their timber framework itself. But when you step inside the halls, you realize that what truly brings the space to life is often the Liao-era Buddha statue. Architecture provides order, the Buddha provides the soul.
这是在唐代基础上，那底下你看那3层砖，那是唐代的，然后就辽代了啊。唐代为啥在唐代基础上？它这个是坐北冲南。在唐代基础上坐北冲南，一般辽代的是坐西冲东，他们信仰太阳神啊，就这意思。从最原始、最完整的1000年以上土木建筑结构，文殊殿为单檐布瓦斜山顶，面阔山间，径深山间，呈正方形，面积265平方米，通高12.5米，斗拱5普座，头心照。殿内现存尺幅最大的辽代壁画，及窗菱花格子门窗，堪称孤品。这个窗花，这个窗花从辽代到现在各朝代几乎都有，相当于一个历史博物馆似的。中间这一块有宝瓶金刚杵，这是辽代留下来的。这个有2008年奥运会那个标志，跟这个巧合冲水啊！你看那个小人那个形状，这都是梵文，这是纯属手工雕刻。然后是辽代2块，金代3块，元代4块，然后就是明清都有。这底下这大格子，这就属于现代啊，现代朝代。里面最关键的2根大柱子是唐代留下来的，留存下来了。这2根是清代维修附加的。这个大殿是面阔山间，径深山间，属于简筑。关键还有一点，咱们这个斗拱，这属于雕梁画柱，斗拱是金代的彩绘，叫缠枝莲花那个。壁画是辽代了，我这说。壁画呢是辽代，原先是有18罗汉神像，把壁画给没住了。赶后来18罗汉神像毁了以后，一拆除，一看有辽代壁画出来了，这是最珍贵的。这面这个面积最大，这个罗汉的神像这个头部在这个墙靠着，两边抹的时候没抹严，这一块还相当这个彩色鲜艳完整，就说没有分化。你看底下分化了，它不清楚了啊。说这个还是描金的，这是整个的，还挺珍贵。这属于也是皇家的绘画师给绘制的，这是据专家考证的。这四周这墙里面的柱子，这是辽代建筑，整个你看墙壁整个的都没变形，你那柱子根有点裂，这墙这么多年都是方正啊，相当牢固。这一块是属于四面莲花扣头运的，这是唐代留下来。留下来的金床，咸通8年。这都是证据啊，物证这是。我在云南，他现铸造的这个2吨4000斤呢，这么多年损耗了不到半斤，就说它的工艺相当好。6个耳代表6根清净，眼、耳、鼻、舌、身意。6个耳的大小、薄厚有点区别，敲出来的声音不一样。它的声音传的10里。
没有买过东西啊，我买不过我这个地方都是有了，就是有的时候是那个保持，有的时候会注意少一点。但是看到开的时候，对，看到开的时候。和原来的保持。因为泥浆的颜色本身是肯定是直接上颜色是上不去的，所以在这个上面打一层底色，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画勾勒了，小的颜色也可以填充了。最后如果再有些
盖房子嘛，脱坯脱砖全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然后等它阴干了以后上2层，2层就要找这个了，棉花。棉花最早是在南北朝时期才传入到中国的，当时传进中国也在中国的西域。我们现在说的西域指的是新疆地方，古时候说的西域是指新疆以西所有的地方都叫做西域的啊，以下的啊。但是泥浆里面都是有水分的，是不是？所以刚才这个是泥丸古代头首先会在它的身上产麻绳，所以刚才讲到麻绳啊，麻绳的作用是用来磨炒和食的，因为泥浆里面有水分，直接会到木头上就吃掉，而且麻绳很粗糙嘛，这样泥浆就很细。
下回我感觉这种就不会倒。